昨天呢，腾讯推出了它的视频生成的模型啊，就是混元 Video。到此为止呢，就是混元生态的图片生成和视频生成呢就已经全有了。那这个模型呢，其实有很高的这个质量啊，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它的字数文件。那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它有一些 demo 的展示啊，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看了。然后你要注意在这里边呢，它有一些创新的点。比方说呢，它整体的架构方面，采用了 DIT 架构，也就是 Transformer， 使用了一种叫 Full Attention， 也就是全注意力的机制，并且呢，使用双流到单流的混合模型设计。什么叫双流到单流？大家注意，这是整体的 Transformer 的架构。那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双流到单流的一个架构。那双流和单流展开呢，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你不用对细节做一些非常详细的了解啊，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双流和单流都在干什么。你注意，双流呢是在独立的学习一些自己视频的一些元素，你可以认为是细节的学习。而单流阶段呢是将这种细节把它串起来啊，就是将视频和文本标记你可以认为是我们的提示词，给它串联起来，然后呢连续的输入到我们的后边的这个 transformer 当中。这样的话呢进行多模态的信息融合，就可以生成非常多的这个高质量的视频啊，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结构。下边呢有一些其他的创新点，比方说编码器啊，从我们的 P5 的编码器升级到了 MLLM 啊这样的一种编码器。那这个编码器的话呢，我们可以支持中文、英文啊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这个 VE 呢也是一个 3D 的 VE， 当然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 VE 呢其实也是 3D 的啊。另外呢，它这有一些重写的技巧，这个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行啊。那如果你要想在 ComfyUI 里边去使用这个东西的话呢，同样我们有这个 ComfyUI 的扩展啊。在这儿的话呢，你需要对它的这个性能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啊，简单看一下就行啊。大家注意，在原生模型上呢，你比方说视频如果是720、1280，那129帧的这种那我们建议大家是60G 的显存。那544×960呢是45G 啊。我们看这个信息的话，你会发现消费级的 GPU 可能很难跑起来啊。当然你要相信开源的力量是无穷的啊。那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扩展里边去用的话会稍微好一些。这个也是昨天新出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K 神的这个扩展依然沿用了它传统的风格啊，就是没有太多的安装信息大家简单看一下就行啊。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注意这句就行啊，说显存或者内存的使用呢是完全取决于帧的数量和分辨率的。所以说呢，你如果想跑起来，如果报显存，那你就把这个帧的数量还有这个分辨率调低就可以了啊。那么你要注意安装比较简单。首先呢，把这个库克隆下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需要的扩展包给它装上。装完之后，模型的下载你需要注意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VE 和 Transformer， 这个下载的话呢，是需要下载一单个文件啊，而且呢，它是不会自动下载的。它为什么不会自动下载呢？我们看到这个文件会比较多啊，而且有各种各样版本的。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个720的 FP16 的，还有 FP8 的你到底用哪个可能系统是不知道啊，所以说你手动下。VE 呢也有 FP32 和 BF16 的，这个用哪个都行。我建议大家都选这个 BF16 这个版本，这个选 FP8 这个版本啊，它会相对来说小一点。这是这个需要手动下啊。然后呢，就是下完之后放哪儿都知道哈。那比方说你要是这个Transformer 就是主模型的话呢，可以放到 Models 里边的Diffusing Model 放到这儿，或者是放到 Unite 里边都行啊，这两个文件夹都可以。那 VE 当然是在这儿了啊，混元的 VE 放到这儿就可以。别的呢是可以自动下载的，剩下的呢其实两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文本的编码器，第二个是这个视觉的编码器啊，这俩都是 Auto Download， 你保证你的网络畅通，它会自动下载。当然你要是没有办法保证网络的稳定性，你可以什么样？你可以手动下啊，这个用 Git 克隆也是可以下载下来的。这个安装其实不难啊，难的是这个 Attention Mode， 就是这个注意力这个部分。这个有的是没有装上的，这个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细说啊。有很多人可能就没有这个注意力的这个模式啊，可能看不清啊。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 Sage ATTN 这个东西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啊，你需要单独装，但是的确是不太容易装啊。那这样我们还是先给大家看效果啊。下载完之后呢，同样你在一个 Examples 里边可以看到两个这个工作流第一个呢是这个低显存的工作流，这里边会用到一些技术啊，我们简单看一下。大家注意，这是低显存的这个工作流的一个方法，这里边主要用到了就是这个 block swap args 啊，就是我们可能会跳过一些块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让它跑得更快一点。另外的话就是这儿可能会用到 offload device， 所以说时间会很长，但是可以保证这个低显存可以跑起来，别的没什么特别的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工作流是差不多的，大家用的时候呢，直接用这个第二工作流啊，就是这个 T2V 的这个工作流就可以了。大家把这个工作流拖进来呢，可以看到它一个基本形态，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的 VE 的话，我们调整一下，调整成混元的这个 FP16就可以啊。这是主模型，主模型呢，我们同样是选你下载的那个 FP8 的混元的这个模型。注意啊，这儿量化版我同样是选 FP8 的这个。然后就是这个选 GPU 就是主设备，这个就不要选 offload device。这个 attention mode， 大家选这个。如果你装了 flash attention， 选这个也可以。这个有的人能跑通，有的人跑不通。它即便是能跑通，也没有这个动作只有像素级的这个变化，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合理的就是选这个啊。别的都还好说啊。这个是我们的Llama， 它这个文本编码器啊。海样的话，这个69肯定是太大啊，那我们改成多少？还是8+1， 8的倍数加1这个啊，你可以改成33，或者改成25，这儿我改成25啊，别的不用动。大家注意，设计到 tiling 一定要选成 true。下边呢，我们生成一个啊，我直接把这个提示词给它粘一下。这个提示词呢，是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中国的那个仙山，有一个美女啊，古典美女这个场景啊。之前我们在做 Cogvalue 码数啊，或者 LTX 的时候，这个我们都用过这个提示词啊。下面我们直接跑就可以。这个采样完了之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明显的把它转化成了一个我们叫做动漫风格的，或者叫3D 风格的不管叫什么吧啊。我们觉得它对这种处理还是非常棒的啊。另外你要注意啊，就是在这里边我们的分辨率只有512×320啊，所以说还是很小的，能出现这样的效果呢，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啊。那另外呢，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提示词的写法，在我们的这个混元的官方的库里边会有这样一个章节啊，叫做 Prompt Rewrite。为了解决用户提供的语言风格和长度的可变性啊，它对这个模型做了一个重写的微调啊，所以说呢，你可以用混元的大语言模型呢来做这个提示词的微调。有两种模式啊，就是主模式和这个普通模式。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提示词工程啊，就是如果你要用混元的那个大模型的话，那你这个提示词该怎么写啊？首先呢，你要注意，它这里边说啊，你现在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并且呢是要重写这个视频的描述，所以说你的任务就是来修改我写的这个描述，因为用户写的描述可能就是很简单，所以说呢需要去改写啊。然后它对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要求就是要保留所有的信息啊，包括风格的词语，还有一些技术的术语啊。另外就是如果输入的是中文的话，一定要把它翻译成英文。最关键的就是这两个，说如果输入只有1到2个单词，它在描述一个物体或一个人，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供一个主要的简单的描述，在这个人物的一个外观上啊，而且呢尽量的是1到2个简短的句子。所以说呢，我们这儿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就是你在写混元的提示词的时候呢，不要太长啊，你要是写的太长啊，这个闹跑就会崩掉。另外说，如果你输入的这个东西它不包含风格光照啊，那你可以给它做一些关联啊，就是你认为它描述的这个场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所以说这个点呢，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那说我用别的大语言模型行不行啊？都可以啊 ，ChatGPT 啊 ，Claude Gemini 这都可以啊。你只要知道我们对提示词的要求是什么啊。这叫普通模式啊，下边有一个 Master Mode 叫专家模式，对吧？这儿也有一些描述啊，这个基本上差不多，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所以说呢，你不要写特别复杂的提示词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些它生成的实例。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啊，这个其实我们在其他的模型里边也用过啊，就是两个人在东京的街头去去散步是吧？25帧啊，所以说不够长，但是你会发现视频的质量还是很高的。我觉得比我们之前调试过的这个模型可能效果都好啊，尤其是在色彩、光照和清晰度这一块。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只有512的这个分辨率，能出这个效果那就非常棒了啊。这个呢是一个蝴蝶在这个美女的手上啊，这个构图有问题啊，但是单个来看都是不错的。所以说呢，我们印证了那个双流到单流的机制啊。双流下边我们先去生成细节，然后单流做关联。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对每一个单个物体看手，对吧？那么这是我唯一见过的手不出问题的这个模型了，所以说还是不错的，单个都没有问题。做关联的时候很明显，这个关联的这种语义上、画面上都有问题，是吧？不过不影响我们对会员这个模型的评价啊。这个是一个特写啊，就是一荷花啊，荷花上面有一水滴，你注意周围有下雨的效果啊，然后你看这个倒影非常漂亮。这个就是远景了啊，就是雨打荷花，这个我们也测过很多次，这个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个画面，非常的好看啊！你对下雨的场景，这个雨滴落在荷花上的感觉，荷花摇曳的这个姿态啊，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是那个枫叶落在水上啊，这个也不太好，而且是倒着往上飘的，不知道为啥会出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我觉得会员可能在人物方面比在景物方面表现更好一些。或者说不能说光是人物啊，就是动的这种东西啊，比方动物啊什么的可能表现也不错，纯景物的话可能稍差一点啊。我个人测试的这个感觉是这样，大家看一下，这是夕阳下的一个美女的剪影，是不是非常好看啊？比那个所谓的高清版本的视频，这个512的表现其实都可以吊打了啊。这个是那个雪中的梅花树，这个景物的确表现是不好的啊。所以我刚才我说这个它的人物或者动物的表现可能比景物要好一些，那它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人物的测试，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提示词也是我们之前用过的，而且呢具备很多的中国元素，因为会员必定是这个中文的模型嘛，或者中国公司研发的啊，就是腾讯研发的嘛，所以说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表现的确是非常不错啊。我们来看。这个是那个赛博朋克风格的一个女孩和古典这个风格的一个结合，你注意她是穿着一个古装的衣服，但是呢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霓虹的闪光啊，这个是赛博朋克风格的。那背景呢偏写实，这个人物偏 2.5D， 我觉得这个处理非常的棒，而且没有太多的动作，更多的是这个镜头的一个简单的移动。我觉得就是这个视频生成的感觉，大家应该能感觉出来啊，还是非常棒的。这个提示词呢，大家不要用特别复杂，记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要点啊，1到2句的这个提示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之前用的那个元宵节的美女，你看一下啊。同样，它把它转成了动漫风格，因为我强调国风嘛，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像不像你看的那个动画片是吧？而且这个女孩的质量都非常高啊。场景的表现也非常到位，这是插花的这个侍女啊，宫廷里边有一个女孩在瓶子里边插花。大家注意啊，提示词关键动作的反馈啊，这个都是不错的。但是大家会发现，它偏好将古典的中国的美女做成动画的风格啊，不能叫动画风格，这个叫什么？就 2.5D 的这种风格啊，但不是真人的。这个是有一大窗户，然后竹子。然后女孩在这看书，但这动作的表现也是非常到位的。当然这个上面的细节没有显示出来啊，这个不影响啊。这是那个双胞胎的女孩在樱花林里边跳舞，这个完全动作一样啊，长得呢也一样，装束也一样啊，的确是双胞胎啊。而且这个人物的确是写实，但是这个场景它不是啊，就是对吧？特别像对一个人物做了一些特效的处理啊，特别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电影里边的5毛钱特效，但是的确还是不错的啊。这是那个喝茶的美女，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你看人物的这个状态啊，就长得好看啊，然后茶杯的状态，看这个茶呢，就是能反映出来中国所谓的盖碗茶的这种东西啊。之前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茶杯的一个形状啊。
这个是在那个枫林里边奔跑的女孩，这个大家会发现啊，它就变成了这样一种风格。所以说我们说他在生成这种比较复杂场景的时候，可能比较喜欢用动漫的方式去生成，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让人去理解啊。写实的场景去生成的话，可能确实不太容易生成特别复杂的这个景象和状态。所以说要是用写实风格去生成的话，一些复杂的场景和状态的确是不容易去表现啊。这个是那个倒茶的美女，大家看一下，能够非常好的说明这个一致性人物的状态啊。清晰度也非常的够啊。站在长城上的女武士啊，整个状态也是很好的。你看长城的状态，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剑，不知道是这是啥意思啊，表现的不是特别的到位。月下弹古筝的美女，这个画面表现的其实比其他的都要好啊。它能够充分理解中国人对于说月下弹古筝是一个什么感觉。有的国外的视频生成模型的确是可以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啊，但是呢，它会没有美感，对吧？这个可能跟训练数据有关系啊。这个就是那个河边嬉戏的美女，同样是这个动画风格的啊，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啊。另外你要注意啊，这个混元由于它的编码器是 LLama 的，所以说呢，它是可以支持中文的。那比方说我们输入叫秋水共长天一色啊，那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画面。还可以，对吧？当然你可以试试落霞与孤鹜齐飞。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用中文去写啊，因为它必定呢还是更多的使用的是这个英文的提示词啊，但是它本身是支持的，这你知道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模型的一些展示啊，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棒的。那回头呢，我会把一些提示词和我们的工作流呢都放到我们的这个 GitHub 上啊，大家去下载就可以了。那除了开源这个模型之外呢，这个腾讯的混元的维生视频其实在网上也是可以用的啊，你可以申请试用，而且这是秒过的。那你申请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它这儿已经有很多视频了，你可以写自己的这个提示词。那这个是那个男孩和女孩散步的那个场景啊，我们直接给它生成。你可以选择是速度优先还是画质优先。那速度优先我们可以使用4次啊，画质优先可以使用2次。这儿呢，我们直接给它生成啊，你可以看常用设置，这有负向提示词啊、比例什么的包括运镜啊，目前还比较简单啊。那我们直接生成吧，大家看一下生成好了啊，是不是非常的棒，对吧？当然这个模型就很大了，是吧？跟我们在本地用的这个模型是相同架构的，但是我觉得参数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它必定是这个商用版的，对吧？一共6次啊，我用了1次，所以说现在还剩5次啊，这个大家去试用就可以了。下边我来说一下这个比较难装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 Attention Mode， 就这个是怎么装上去的啊？这个的确是比较复杂。那如果你的下来菜单里边没有这个模式的话，你可以试试其他模式能不能跑通。如果跑不通或者质量不好的话，那你就需要去安装。大家注意啊，在这个 K 神的这个扩展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去提这个问题。这儿有一个主题啊，叫 Adding Config Attention Mode， 你可以点开它啊。他们在问说这个模式是怎么去装的，而且他们提到啊，就是其他的可能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最后呢 K 神有一个说明说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安装一下，这儿有一个教程啊，是一个 Notion 的笔记，我带着大家简单过一下啊，因为我不可能实际去装，我已经装过了，是吧？另外的话，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地方啊，就是 Triton Windows， 这个其实也是在说怎么去装这个东西，这俩呢其实差不多。那我简单带着大家过一下啊。那首先呢，你要安装VS Studio 2002啊，或者是其他版本都可以。那如果你装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去搜VS Studio 2002，有主体的这个编辑器啊，当然还有这个 installer。一般呢，我们是选这个 installer 去安装所谓的这个系统的支持。那在这里边你可以点开修改啊，那这里边可以安装很多的组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C++ 的这个开发的组件，那你选中之后呢，有很多的组件可以选啊。那我们看一下需要注意什么，就是你装的时候呢，一定要有 MSVC V143和 Windows 11 SDK 的这个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你这里边的 Win11 SDK 和这个1413
可能这2个是吧？要是没有的话呢，你需要去装上它啊。这个截图里边也会有啊，这个1413和这个Win11的 SDK 对吧？然后下面就是要安装 CUDA， 这个大家都会装，但是你要注意版本呢，尽量是 12.5 啊。这个没啥啊，你就自己装就行。装完之后需要设环境变量，这个你装 CUDA 的时候都会有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环境变量的设置，这儿我就关了啊。这个你可以在设置或者系统里边找到对应的内容，看系统，然后我们找到高级的部分，系统信息啊，高级系统设置，然后环境变量。在你的 PAS 里边，就是系统的目录里边肯定会有 CUDA 的版本啊。我这装了很多个，它是 12.5 嘛，所以说我把 12.6 放到了第一个啊，向下兼容啊。它要求 12.5， 那你 12.6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 12.4 可能也行，我觉得 12.0 以上系列的应该都行啊。你可以自己试试，没有必要说你发现你是 12.4 啊，我需要非得装一个 12.6， 这个倒没必要。然后呢，就是需要点开这个，然后去读一下啊。我们点开它，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那个源码库啊。那么它前面这儿描述的跟那儿是差不多的，它同样是在装 CUDA 12.5 啊，所以说你就简单看一下就行。然后就是 MaxVC 和这个 SDK 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就跟我们说的那个 Visual Studio 2002那个社区版的安装程序，就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那个，只不过是 Notion 那个教程里边可能写的更加的细致一点。然后你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将这个目录给它放到环境变量里边去。你说这个目录是什么？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编译工具这个编译工具呢是一个叫 cl.exe 的东西它是 VC 加的一个构建工具它在哪儿？它这个东西一般呢是在类似于这样一个目录下边。当然你要是自定义安装之后，这个目录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呢你只需要找到你的 Visual Studio 的安装目录，然后顺着去找就行比方说我现在去找一下我的 Visual Studio 的安装目录这是我的这个 Visual Studio你可以看一下它所在的位置这是它快捷方式。我们接着看属性那我这个是在哪儿呢？是在 C 盘的 Program Files 是吧？然后 Visual Studio 什么200几然后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对应的这个部分那所以说呢我们大致找一下 C 盘，然后 Program Files， 然后 Visual Studio， 点开2002社区版 Community， 这里边呢有很多你注意我们主要用的是 VC 和 VC 加加，其实 VC 加加就是 VC 我们点开它，这里边呢它没有 build tools， 但是它有 tools， 这里边呢也有这个 MSVC 然后点开，这是你的版本，然后里边的 BN 我们是64位的然后进去cl.exe 其实就是它。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将这个路径给它放到我们的 PAS 里边去。所以说呢大家会发现我在最后这儿有这样一个目录其实就是刚才它设定的那个目录。设定好之后你怎么去验证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打开 CMD 去验证一下。你直接打开 PowerShell 或者是 CMD 的命令提示符，直接输入叫 CL 是吧？它会告诉你说这是用于 x64 的一个 C++ 的编译器这儿有这个版权什么信息，这儿有用法。那么你一旦出现这个，就说明呢你的系统是可以用这个编译器的。那么它这儿呢也有这个的一个论述大家注意。他说如果你打开了 PowerShell 敲入 CL 之后，如果能看到 C++ 什么优化器编译器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说明你已经这个做好了另外要注意这儿呢我们需要安装这样一个软件叫 VC Create Dist， 然后你把它下载下来装就可以，装好之后记着重启系统，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安装这个Attention 的这个模块了。那你先需要安装它这个时候你需要挑一个发行版，就是用哪个版本。这儿呢用的都是 Post 5里边的。你注意这个版本的话呢有 3.0 是针对哪个 Python 版本的。那所以说这里边你需要先确定你的 Python 版本这个怎么确定？很简单那你需要看一下我们用的 Python 是什么你这个你要注意，就是在我们的 Config 的安装目录里边会有一个 Python embed 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 CMD， 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 Python 的版本3.10.19， 那你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这儿是 3.10.19， 所以说我装的是 3.10 的版本，就这个你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 pip install， 然后把你下载的这个给它装上，然后再装这个Sage Attention， 然后你再重新的启动你的 ComfyUI， 这个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用的是 ComfyUI 的这个 embed Python，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 ComfyUI 的 embed Python， 大家看到了吗？就是所谓的这个下载的集成包。那这个情况下呢，你的 Python 是被阉割掉的，所以说呢，需要有一些辅助的手段啊，就是我们需要将原生的 Python 里边的 include 和 labs 这两个文件夹跑到你的 embed 里边。那这两个文件夹怎么来的啊？他说，如果你这个版本要小于 0.2.3 啊，你可以下这个；如果你要是大于 0.2.4 呢，可以选这个啊。那我们其实都不是这两个版本啊。说如果你是其他的版本呢，你可以直接找一个相同版本的 Python， 把这个文件呢给它拷过去就行了。他这儿也告诉你怎么去看这个 Python 的版本。那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啊。我们的 Python 版本呢是 3.10.9 嘛，当然呢我这儿没有装 3.10.9 的原生的 Python 啊，但是我这儿有一个 Anaconda 的一个版本啊，这个你自己装一个 3.10.9 就行啊。大家注意，这是我个虚拟环境啊，你这个你不用装啊，我主要是用它里边的 Python 啊。你看一下它的 Python 的版本是 3.10.14 差不多啊，所以我就没有再去装 3.10.9。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里边的文件夹拷出来啊。那在你 Python 的安装目录里边，那由于我是什么？由于我是虚拟环境啊，所以说给大家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到了 Python 那个安装的目录结构里边是一样的啊。大家注意啊，这是我的这个 Python 的安装目录啊，这里边呢我们需要将这个 labs 和这个 include 给它拷贝一下啊，然后我们给它粘到这个 ComfyUI 里边的Python embed 里边，也就是 labs 和那个 include。大家注意啊，你粘的是 labs 啊，不是 lab 啊，你这个 lab 这里边有 include 的确是同一个文件夹啊，你粘过来之后呢，重启你的 ComfyUI， 这个就可以了。它这儿呢也提示你了，说 be careful 啊，拷贝的是 labs 啊，不是 lab， 因为这个 lab 呢已经在这个 Python embed 里边是已经有了的啊。那一旦你做了这些步骤，按道理来讲，你重启你的 ComfyUI 呢就可以看到这个 Attention 的模块了啊。所以说装起来呢相对复杂一些，大家呢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步骤大致的走一遍。当然，如果你有一些这个开发的基础，可能你看我这个流程会更顺一点。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混元模型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啊，很多啊。我们从这个安装啊，扩展的安装，然后本地的工作流的这个实现是吧？然后到我们这个规律模块的安装，到线上的这个演示，所以说内容很多，也比较乱，但是没办法啊，不给大家说的话，大家可能装不上啊。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